老子是东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，是一个公务员，是一个顶级公务员。那时候没那么多书，他这个职位就相当于东周时代唯一一个可以上的。对，合理推论，他真的看得非常多，而且他再怎么看也不会被赶走，因为图书馆只开到5点，但是他OK， 他可以继续看，他可以看到半夜3点。然后最后快退休的时候，西出函谷关，对，然后被一个函谷关的那个边防的驿站，然后请你无论如何留下一点点的蛛丝马迹，让后世人对于道有所痕迹来追寻。那老子赶得出去，他有 schedule， 他是旅行旅到一半被海关拦下来，那你不写走的话，扣押你行李。身上有带猪肉，没有不是，这都是一个传说。最后老子很勉为其难的道应该是该消失于无声无形，大隐其身，大象无形，原本归无，硬要很勉强，好吧，超过5000字。老子是图书馆馆长，他的5000字是就道家写出一本最精实的说明书，目的就是要浅显易懂，脉络分明，逻辑自洽，形成一个闭环。庄子的职业是种树的小官吏公务员，没错，庄子是初阶的公务员，而老子是顶级公务员。对，这个是老子和庄子在职业上的差别。庄子还有一个斜杠，他其实是一个作家，他完全是作家，对，他是底层公务员，可是他的朋友都是上流社会，至交好友是会师，是别国的宰相。对啊，没错，宰相要来跟小公务员当朋友。其实简单来说，他就有点像就是他写了很多作品，已经红了。那就算我现在是一个公务员，大家都还是会来。他是什么样的网红？他其实是3000年前的曾国对对，这个等级没错啦。他最喜欢搞言上，对，没错。而且他喜欢言上当代知名人物，没错。孔子的学生，还有三皇五帝，对，然后全部都被他言上。那如果是现在我们就喜欢言上高市早苗、川普、Elon Musk， 对，当然两蒋他也言语。近代的这些名人，他都是狂言语。对，庄子有说他自己的书里面有很多是重言，重言其实就是假借当代的人物来讲的一些故事，人家明明没有讲的话，他就偏偏讲。对，没错。举例来说，今天就有一个新闻，川普明明没有讲说我爱台湾，可是造谣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庄子会说，今天川普他去游历了非洲，对，埃及。他就假的，明明没去。然后他说人家有去埃及的时候，竟然被人认错。人家说你就是埃及那个大盗，阿里巴巴大盗的14大盗，然后把他围起来了。